今天给大家带来古装权谋韩剧《真名公主》。老国王一直以来对世子的不公待遇，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怨恨。世子借着照顾为由，将生病的老国王囚禁了起来。世子不停地质问父亲，为何多年以来看不见自己的努力？他尽心竭力地做好一切，为的就是能得到父亲的夸奖。看着眼前的大孝子，国王气得吐了一口血。他父亲安心离去，自己会继承王位。虽说嘴上满是恶毒的话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其实仍然渴望父爱。本还可以忍受父亲不公的他，在王后诞生一个儿子后彻底破防，不仅给刚出生的他封了爵位，还有意让他继承王位。到那时他才明白，就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比不上的。因此他逐渐变得很偏执，将自己承受的一切苦楚全部归结于老国王偏爱和儿子身上。看到对自己怨恨已久的儿子，老国王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他让国王不要怨恨自己，要怪的话就责怪自己的偏心吧。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这么做。老国王再也受不住如此大的刺激，没一会就气急攻心，撒手人寰了。看着厌弃的国王，王后连忙跪下，痛得大哭了起来。她知道因为国王驾崩的事情，不管前朝还是后宫，都势必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。如今他的儿子女儿年幼，很可能也会牵连进去。好在国王去世以后，他有一个大妃的身份，而国王的印玺也在他这里保管。新王登基也必须要有他的旨意，才能名正言顺地登上王位。这时他的父亲来找到他，也劝说他为了儿子搏一搏，如果成了的话，他的儿子就是朝鲜最为尊贵的人。而且现在朝堂上大部分的大臣们也是支持永昌大军登上王位的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由于国王对待世子的态度，让他们在面对世子的时候也不免有一点嚣张跋扈。如果让世子登上了王位，势必不会有他们的好日子。于是众位大臣们纷纷按下血手印，一致支持永昌大军登上王位。得到众位大臣的支持，他马上书写了废除世子以及册封永昌大军为世子的意志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上宫前来汇报，大妃的女儿真名公主突然不见了。这让大妃马上慌了，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就有一场针对永昌大军的刺杀。幸好当初父亲有先见之明，把永昌大军给藏了起来。现如今女儿不见了，很明显是人为的。可他刚跑出来，还没等他下令派人寻找公主，就看到世子牵着公主的手一起走过来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公主因为有人刺杀弟弟的事情非常的伤心。这时刚好世子赶了过来，从公主的口中得知她伤心的原因之后，世子并没有伤害她，也没有想要用她做人质的想法，反而开始安慰公主，并且跟她拉钩，只要有她在，一定会守护她和弟弟的平安。看到女儿平安无恙之后，大妃这才放下了心。因为王位的事情，大妃和世子进行了一场谈判。大妃有印玺以及诏书和众位大臣的支持，看似胜券在握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世子竟然拿出了一封国王的遗诏，一封让他继位的遗诏。他现在并不想真的跟大妃撕破脸，现在支持大妃的势力并不比他弱。如果真的闹起来的话，势必会是两败俱伤的局面，这是他不愿看到的。就算是要收拾对方，也要等他巩固王权以后再做这些事情。他告诉大妃，如果他登上王位的话，他一定会照顾好永昌大军以及真明宫，让他可以放100个心。最终大妃选择了妥协。他本就不是一个善于心机和权势的人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正是今天他这一个决定，给他的孩子将来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。这个小女孩猛然间从噩梦中惊醒，她梦到自己的弟弟遭遇到了不测，即便新登基的国王已经承诺过一定要守护他们一家3口，但弟弟遭遇大火的画面一直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自此以后，真名就变得郁郁寡欢，再也开心不起来。孙尚宫带着真名遛弯的时候，整日被噩梦困扰的真名再也坚持不住，晕倒过去。大妃看着女儿痛苦的模样，也很是心疼。她以为女儿是因为父亲的死才导致这样，于是带着真名以及永昌来到宫外居住。在宫外居住一段时间之后，真名的身体果然得到了好转，看着手中的手链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可当大妃看到他手中的手链时，脸上瞬间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因为在多年以前，她还怀着孩子的时候，她被人追杀，跑进了一个树林之中。在这里，她看到了一个白发老头，老头告诉她，腹中的孩子会给朝鲜带来灾难，生下来之后必定会引发战争。而这个老头手上戴着的手链，就是她现在看到的。好在这几年，除了老国王去世之外，并没有发生其他的大事。一转眼5年的时间过去，昔日的小女孩也长成了一个半大的孩子，永昌也已经5岁了。他一直对外面充满着好奇之心，他想要让姐姐真名带着他出去看摔跤、放风筝、吃好吃的。原本真名不想带弟弟永昌出去，万一出事的话就麻烦了，但经不住弟弟的哀求，于是2个人偷偷地躲过巡查的侍卫，从王宫的狗洞溜了出来。第一次出宫，2人都非常的开心。他们来到一家泡饭馆，
从没吃过民间美食的永昌吃得津津有味。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还没有见过这么能吃的小孩。想上茅房的真明则遇到了尴尬的事情，公共厕所的味道熏得他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。他又哪里知道民间都是使用这种的厕所？这时他突然听到有人在议论着国王的不是，说国王残暴地处死了威胁他王位的临海大军，而下一个要处死的就是永昌大军。于是他便质问两人为何要说国王的坏话，污蔑国王处死临海大军，可对方却并不在意。这件事不仅仅他们两个人知道，就连城内所有的百姓都知道。如今临海大军已死，下一个将要被处死的必定会是永昌大军。看着四周议论纷纷的百姓们，真明实在难以置信。国王在登上王位的时候，不仅答应过母亲一定会保护他们一家三口，还曾和自己拉钩，约定一定会守护好他和弟弟。他转身看着年仅5岁的弟弟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临近晚上的时候，两人才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宫的路上。真明不相信国王会是这样的人，于是，在回宫以后独自找到了国王，就像跟往常一样，真明叫起了哥哥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昔日十分疼爱他的哥哥，如今对他竟然出奇的冷漠，而这一切也都被大妃看在了眼。他明白国王已经感受到了他们的威胁，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未雨绸缪，在国王对他们下手之前，一定要为儿女找到一个自保的办法。母亲特意给他准备了漂亮的嫁衣，女孩非常的不解，自己年龄还这么的小，为何这么着急把她给嫁出去？她舍不得和母亲以及弟弟分开。母亲告诉她，这是为了救下你的弟弟。女孩听完非常的震惊，看来国王真的可能要对弟弟动手了。而母亲为女儿挑选的成亲对象，则是朝中重臣的儿子。她想要借此拉拢大臣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从而保全自己的儿子。她现在非常的后悔5年前没有坚持着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王位。但在自己的儿子遭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儿女的周全。虽然他的计划非常的美好，但实行起来并不顺利。就在第二天他安排的相亲会上，一名大臣带着士兵跑了进来，并且以谋逆的罪名抓捕了他的父亲。可这还没有完，就连永昌也被人给带走了，给他安上的罪名依然还是谋利。就连大妃也没能幸免。监察上宫带人找到了他，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扔在了他的面前，怀疑大妃陷害先王的先王后为由，强行抓走了大妃身边的几名上官接受调查。至于大妃也被软禁了起来，在没有调查清楚事情之前，不可以离开寝殿一步。大妃一下子瘫软了下去。她明白这是国王准备对她下手。以前永昌年龄还小，并不足以对国王产生威胁，可现在永昌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他大妃的身份，已经威胁到了国王的王位，所以他必须要将这个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在他当上国王的5年中，他早已经将身边的兄弟清理得差不多，而朝中的大臣也都不敢违抗他的命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年仅5岁的永昌大军便被国王下令流放。姐姐真明前来送行，她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人给强行塞进了轿子中带走。姐弟二人哭得撕心裂肺，可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两人这一别，今生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。随后，真明找到了跟自己相亲的2个男孩，他跪在地上祈求两人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保护弟弟的周全。他的弟弟才只有5岁。他不能让年幼的弟弟再遭受其他劫难，而大妃同样也明白，这次他们一家肯定在劫难逃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一定要想办法为2个孩子争取一线生机。他嘱咐真明，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活下去，直到母亲派人去接他为止。这一刻，母女2人都流下了泪水。他们都知道，或许这一点将会是永别，他们可能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。在大妃的安排下，真明换上了一身男装，悄悄地出了宫。他们准备从水路离开这里。虽然国王准备将这件事到此结束，但是有人却不愿意。如今永昌大军被流放，大妃和真明公主也要被贬为庶民才可以。大妃是先王的王后，真明公主又是先王的嫡长女，只要有他们在，那些拥护永昌大军登上王位的人就不会消失。国王警告他没有自己的命令，不许他乱动，尤其是不可以伤害真明公主。但他并没有听从国王的命令，反而是找到捕盗厅的人，以国王的名义让他去抓捕公主，然后将其杀死。为了保护公主顺利的离开，身边的随从马上跟捕盗厅的人打了起来。可等公主刚刚登上离开的船只，大批的士兵又赶了过来，并且杀死了他们仅剩的一个护卫。跟公主一起准备离开的上宫嘱咐公主，让她赶紧离开，让她有机会一定要为母亲洗刷冤屈，找回被流放的弟弟。就这样，年仅13岁的公主独自划着一条小船离开了，而留下来的上宫为了给公主逃走争取机会，阻挡追兵的脚步，他将一根火折子扔了出去，被装满炸药的大船瞬间发生了爆炸，上宫也被淹没在爆炸升起的火焰之中。真明在远处眼含泪花地看着这一切，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会照顾他，而他也将要独自面对所有的事情。这个女孩是异国的公主，但此刻却要被当作奴。他想起了不久之前遇到的一个女孩，女孩告诉他，
在这里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男孩子，否则的话，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可怕的噩梦。不幸的是，他在海上遇见了风暴，以他的小船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风暴。但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一条大船，并且还把他给救了下来。但更加不幸的是，这条船不是朝鲜的船，而是小日子在朝鲜抓捕奴隶的船只。在海上经过几天的颠簸以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小日子的一座港口，而他也将要被当作奴隶贩卖。就在奴隶贩子准备检查她是不是一个女孩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出现在奴隶贩子的身后，他是专门来这里购买奴隶的。由于在这里买了大量的奴隶，他强行把真名给要了过去，作为这次奴隶交易的搭头。就这样，真名被卖进了矿山之中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大飞万分悲愤地坐在寝殿之中，身边的上官告诉他，永昌被关在着火的屋子里，活活的闷死了。痛苦万分的永昌不停地用他的小手扣着地面，导致他的手指上全部都是血水。而在临死的时候，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母亲送给他的玉佩。先是失去女儿，接着年仅5岁的儿子又离开了自己，这让大飞万分的痛苦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当今的国王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这个残暴的国王给拉下王位，让他也品尝一下什么叫做钻心的疼。警告他，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话，是会连累其他人的。监工看到的话，是会用鞭子作为惩罚，而他如果下次看到的话，就会用刀子解决这一切。随后便从怀中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。真明被他给吓坏了。等男孩离开之后，真明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等到午饭的时候，小日子给他们每人提供了一个土豆。真明从小一直吃着山珍海味，眼前这个土豆实在让他难以下咽，可一旁的小男孩却吃得津津有味。殊不知，小日子今天给他们吃土豆，把他们当成奴隶对待。几百年以后，几十万小日子也被强行拉到了西伯利亚大平原，当成奴隶，结结实实的体验了一把种土豆的艰辛。上午威胁真明的男孩似乎是看出了他并没有吃过这种东西，于是便告诉他，在这里只有死人才可以出去，但是如果想要在这里活下去的话，就必须忘记之前的所有东西，包括自己曾经高高在上的身份，否则的话必将会是死路一条。听了他的话，真明不由得想起临走之前母亲给他说过的话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，活着等母亲来接他，以及在船上上工，嘱咐他一定要想办法给母亲洗刷冤屈，找回被流放的弟弟。想到这里，一颗复仇的种子也在他的心里种了下来。他发誓一定要活下去，活着回到朝鲜，为自己的母亲以及弟弟复仇。水坑中突然开始冒起了泡泡，女孩非常的疑惑，不知道在山上的水坑里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。可一旁的男孩看到之后，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这是火山要喷发的节奏。果然，当他们转过头的时候，身后的山头上已经冒出了黑烟。狰狞惊恐地看着眼前正在喷发的火山，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逃走。这时，矿山上的人们已经乱作一团，疯狂地往山下逃命。火山喷发带来的石块掉落的到处都是。小男孩在逃跑的途中被一块巨石压住了脚，无法逃走。真明马上赶过去救他，好不容易把他给救了出来，但由于他的脚受伤，一时间还无法走动。大一点的男孩让真明赶紧逃命，如果不能及时通过前面的木桥，等火山喷发之后，他们就要死在这里。可真明并不愿放弃这个小男孩，他身为朝鲜的公主，在危险的时候有责任救助本国的百姓。就这样，他搀扶着小男孩慢慢地走到木桥之上。可还没等他们走过木桥，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就朝着他们扑了过来，两人瞬间被淹没了进去。幸运的是，两人都活了下来。真明被救回来之后，并没有在意身上的伤势，反而是开始询问小男孩的身体现在怎么样。还没等对方回答，一个男人拿着药就走了进来。他让真明解开胸口的衣服，方便为他伤口涂上药物。真明瞬间就慌了，他可是一个女儿身，死活不肯脱下自己的衣服。一旁的男人似乎是看出了端倪，于是便把真明是女儿身的事情告诉给了矿主。矿主来到屋内想要亲自检查，可真明却在拼命的反抗。直到这时，矿主才确信他女儿身的身份。虽然脸上脏兮兮的模样，但不难看出还是一个美人坯子。于是便嘱咐身边的人，让他明天的时候把真明卖到青楼，一定要卖一个好价钱。可真明身为异国的公主，又岂会心甘情愿让别人把自己给卖去青楼？他只好告诉了矿主自己是朝鲜公主的身份，他想要让矿主送自己回到朝鲜，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上。可让真明没有想到的是，矿主却疯狂地笑了起来，因为朝鲜的国王已经对外宣称，朝鲜的真明公主以及永昌大军都已经死了，并且是朝鲜的国王亲自杀死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让真明傻眼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弟弟已经死掉了，明明弟弟只是被流放，现在怎么可能会死去呢？他更加无法相信一直疼爱他的国王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但矿主似乎也没有欺骗他的必要。最终，真明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个惨痛的事实。原本矿主是准备将他给卖到青楼，赚一大笔钱。好在一直帮助他的男孩子东再次替他求情。鉴于子东在奴隶中颇有影响力，
矿主这才答应让真明留了下来，但他却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他也想要跟着弟弟一起离去，好在子东劝住了他。虽然现在他的弟弟不在了，但他现在还有母亲，母亲还在等待着他回到朝鲜，为他的弟弟复仇。失去弟弟以后，让真明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母亲，担心母亲也会遭遇不测。现在的大妃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也非常的屈辱。她被国王下旨贬为庶人，赶出了王宫。她望着这座承载着一家人快乐和导致她一家人悲剧根源的王宫，再次在心中发誓，一定要看着国王被赶下王位，看着他被流放他乡，唯有这样才能缓解自己心中的怨恨。一转眼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如今真明已经长大成人，他现在改名叫做火一，现在依旧还是跟一个男孩子一样在矿场厮混，但他并没有忘记仇恨，总有一天他会找机会回到朝鲜，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自己女儿身的身份，他把自己的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，为了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。他找到矿主，因为他听说朝鲜的使者不久之后就要来到这里跟矿主交易，他想要跟着矿主一起。虽然他平时在矿场的表现非常的优异，还帮矿主解决了不少麻烦的事情，但矿主还是拒绝了他，因为在当时女人没有官军的允许是不可以进入商人交易的地方，如果被发现的话势必会性命不保。但他却表示就现在自己这副模样哪里像是女人，可子东却不同意他去。他明白真明的小心思，他不想真明出现意外，可现在真明心意已决，他在小日子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不想放弃，最终子东还是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的时候，一行人来到了关卡，矿主拿到了5个男人的通行证。矿主告诉珍妮，如果被查出来的话，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接受检查的一名伪装的女子被查了出来，她想要前去看望自己的丈夫，但却被检查的人给带走了。等待着她的也将会是被砍头的命运。申明看到后，心中也不由得一紧，他让其他人走在前面，他则是走在最后。如果发生意外，绝对不会连累其他人。但不幸的是，还是被检查的人员发现了异常，对方一眼就看出了她是一个女人，随后便让人强行把她给抓了起来。子东想要过来帮忙，却被人给拉住了。他们不能给所有人带来麻烦。负责检查的老太太看她眉清目秀的模样，越加确信她就是一个女人，于是便下令让人扒下她的衣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号角声响起，原来是朝鲜使者的队伍提前赶了过来，他们马上就要通过关卡。为了保持道路的畅通，他们也只好把真明给放了。真明看着朝鲜使者离开的队伍，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已经有了逃走的计划。他来到使者吃饭的地方，就在他思索如何跟使者搭讪的时候，当地人就跟使者发生了冲突，这正好给了真明一个接近使者的机会。于是他便以一个和侍老的身份前去劝架，可没想到几个当地人丝毫不给他面子，执意要找几名使者的麻烦。无奈之下，真明只好带着使者逃走。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，真明故意跟使臣套近乎，询问对方的名字。可当真明听到对方名字的时候，他愣没想到对方就是多年以前母亲给自己挑选的相亲对象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两人都不认识彼此，可洪竹元却觉得对方十分的熟悉。真明并没有跟对方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他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对方有没有忘记这份情谊，还是早已经效忠了朝鲜的国王。他赌不起。真明告诉洪竹元，自己也是朝鲜人，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。他希望洪竹元在离开朝鲜的时候，让他也登上离开这里的船只。洪竹元这次来是为了收购大量的硫磺，因为朝鲜的国王对最新研制出来火药的威力非常的猛，他想要借助这些火药来对抗明朝和刚刚崛起的后晋。但他们朝鲜本土对于制造火药的材料却十分的稀缺，于是他便派遣洪竹元以使者的身份出使日本，然后再秘密的收购大量的硫磺。洪竹元刚好需要一个跟当地矿主十分熟悉的人，于是两人便达成协议，只要真明促成他们这次来日本的交易。事成之后，洪竹元就带着他离开日本，回到朝鲜。在真明的帮助下，刚开始一切都非常的顺利。可就在晚上秘密交易的时候，他们被官军给发现了。真明知道，如果洪竹元被抓的话，不仅他不可能回不到朝鲜，就连洪竹元本人也可能要在这里养老。于是他便挟持了洪竹元。他告诉洪竹元，表示愿意承担所有的罪名，只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就可以。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也是被他欺骗了。只有这样，洪竹元才会平安无事，他才会有机会离开这里，回到朝鲜。他现在也是在赌洪竹元还跟当初帮自己逃走的时候一样，依旧还有着一个善良的心，会想办法救他出来。真明并没有看错人。洪竹元回去之后，马上开始思索如何营救真明，以及如何拿到被官府拿走的货，必须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于是为了能够顺利的救出真明以及抢走货，洪竹元让人在仓库以及库房附近放了一把火。趁着众人都去救火的时候，子东打开了关押真明的牢门，
而洪珠元也带人解决了几个看守库房的护卫，随后赶忙让人把硫磺运走。这时手下前来汇报，等在港口的船只马上就要起航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现在还不知道子东有没有救出真名。洪珠元犹豫了片刻之后，便下令让所有发现了，两人一路奔跑。身后追赶的官兵也越来越多，为了能让真名顺利的离开，子东准备留在这里替他阻拦追赶的官兵。他将约定会合的地点告诉给了真名，可真名却不愿意留下子东在这里阻挡追兵，因为他清楚的记得，当初他离开朝鲜的时候，一直照顾他的上宫，为了能让他顺利的逃走，上宫引爆了炸药，最终葬身在火海之中。为了能让真名离开，子东告诉他：“你难道忘记了你弟弟是怎么死的吗？如果你没能离开，你也会死在这里的。如果你死了，有谁会去照顾你的母亲，去为你的弟弟复仇？所以你必须要回到……”原来在真名不在朝鲜的这段时间里，一名叫做金介石的上宫出现在后宫之中，凡是被国王宠幸过的女人，他都会亲自送去一碗神秘的汤药，表面上说是为了他们身体的健康和安宁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。他之所以能在后宫为所欲为，是因为当今的国王能够登上王位，他功不可没。他原本是先王身边的试试官，为了能让先王悄无声息的死去，他每天都亲自为国王熬制汤药，就是为了用慢性毒药毒杀先王。最终先王还没来得及废除现在国王世子的位置，就突然去世，也让现在的国王顺利的登上了王位。金上宫自此以后就常伴在国王的身边，成为国王身边的红人，更是丝毫不把国王后宫的妃子们放在眼里，把自己当成了后宫的真正主人。他做出的事情远不止这些。原本国王并不准备伤害真名，都是他私底下派人以国王的名义前去劫杀的。而对于大妃，他自然也不会放过。虽然他有着大妃的身份，不方便杀了他，但将他软禁起来，派重兵看守还是可以的。真名看着母亲居住的地方，泪水早已经充斥在眼眶里面。他依旧清晰地记得母亲嘱咐他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活下来，活着等着母亲派人去接他。可没想到，母亲现在竟然被人给囚禁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真名看到两名大臣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他不知道两人是否还在忠于着母亲，他更加不敢贸然走上前去。如何营救母亲，也只能靠他自己想办法了。这时幸好洪珠元也赶了过来，得知大家都是朋友之后，才明白这是一个误会。可真名女儿身的身份再也隐藏不下去了，无奈之下，真名也只好承认了自己确实是一个女孩，并且跟洪珠元表示歉意。自己并不是有意要欺瞒他的。洪珠元被这一个消息弄得直接呆住，他不敢相信在日本结识的朝鲜小兄弟竟然会是一个女人，自己对他那么信任，他竟然如此的欺骗自己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他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日本的时候自己还拉了他的手，在海边的时候自己同样也触碰到了他的手，这让他这个十分保守的男人万分的自责。但真名却非常的懂事，为了表示对洪珠元的歉意，真名准备请他去喝一杯。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是一顿酒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改为2顿。女孩抓起男人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，表示说让男人随便握没有关系的。可男人就跟触电一样，马上抽回了自己的手，并且表示一个女子怎么能让男人随便碰她的手。可女孩却并不在意，她已经在日本的矿场里面跟男人在一起厮混了很多年，早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名男人。两人喝完酒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洪珠元坚持要跟他保持距离，而这一幕也被旁边的一名男人看到。看到真名，男人马上想到上次去日本交易的时候，在对方的人群中见过他。他并不知道真名是一名朝鲜人，而是把他当成了日本人。而现在他竟然跟朝廷的官员走在了一起，这让他非常的疑惑。难不成他是日本派过来的间谍？鉴于真名女孩的身份，洪珠元并不准备让她留在自己身边，准备帮她另外寻找一条出路。但真名却决心要留在这里，因为他知道洪珠元现在是国王的人，他想要通过洪珠元来接触到国王目前最为看重的部门火器都监。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洪珠元无法拒绝的条件，他表示自己懂得先进的硫磺提取技术，而这个技术是他们朝鲜现在所没有的。他在日本硫磺矿场的时候，早已经将提炼的技术学习得非常熟悉。面对真名提出的条件，洪珠元最终答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洪珠元在第2天的时候就带着真名来到了专门提炼硫磺的硫磺厅上班。这里的人听说来了一位懂得先进硫磺提取技术的人，都纷纷过来围观，就连做饭的女人也跑了过来。可当他看到洪珠元身边的真名时，马上开始花痴起来。一旁的母亲看女儿在公共场合竟然如此的主动，马上捂住了女儿的嘴。可她现在看真名是越看越好看，忍不住又开始称赞起来，同时还不忘诋毁这里所有工作的人，说他们都长着一副些八字脸，让他连做饭的动力都没有。他的这番话瞬间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不满，同时也让他们对真名产生了一丝敌意。毕竟女孩虽然经常口无遮拦，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她。可真名就不一样了，
在他们看来，是真明的到来抢走了他们女神的心。直到晚上的时候，硫磺厅的人们才确认，真明的方法确实非常的先进，不仅可以更为精纯的提炼出硫磺，就连提炼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。技术得到这么重大的改革，红珠元第一时间询问真明的去向。而此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真明是日本派过来的奸细。所以他们要将真明带走调查。至于带真明回来的红珠元，自然也脱不了关系，同样也被带走了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不管是朝堂上的大臣，还是民间的百姓，都要求国王废除火气都天的位置。红珠元询问真明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他做的，在得到真明肯定的答复之后，红珠元告诉他，让真明从后门赶紧逃走，他则是留在这里，准备把这件事给扛下来。他知道以真明的性格，如果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他势必会想尽一切办法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他要在这里等着真明来救他，就如同当初在日本真明被关进监牢，等着红珠元去救他一样。由于红珠元放走了真明，他的罪名也多了一条。虽然负责审问的是红珠元的父亲，但他却丝毫的没有给儿子留情面，马上对他大行伺候，想要逼问出真明的下落。但红珠元却始终表示真明并不是日本派过来的奸细，这让他的父亲很是心疼。如果儿子不供出真明的话，他很可能会因此而死去，但他身为主审官，也只能下令让人继续用心。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逃走的真明竟然又跑了回来。他来这里是要证明事情的真相，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红珠元死在这里。他告诉国王，自己并不是日本人的奸细，只是身处日本的朝鲜人而已。他在逃出去之后，为了能够替自己证明清白，救出红珠元，他第一个找到了红珠元的好友江仁佑，希望得到他的帮助。在江仁佑的陪伴下，两人再次来到了火气都监里面，但他们检查了一遍之后，却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就在这时，他看着手中的硫磺以及地上的木炭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他马上砸碎了手中的硫磺，随后便扔进了灶台之中。经过点燃之后，木柴果然散发出了绿色的火焰。看来是有人故意在木柴里面加入了硫磺，想要陷害某些人，但他们现在并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在现场也并没有留下什么证据。为了能够找到这个人真名，让江仁佑马上去在火气都监做饭的那对母女。既然现在没有证据，那就要自己去寻找证据。那对母女做饭的地方跟工坊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他们当时并没有中毒。他们要从这对母女的口中知道，当初火气都监里面都有谁是没有中毒的，而这些没有中毒的人同样有着很大的嫌疑。经过母女两人的回忆，当时有2人因为生病请了病假，并不在现场之外，还有1人同样也不在现场。于是江仁佑马上让母女2人立刻去把这几个人的衣服全部找来，幸好他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衣服全部都被洗干净。当江仁佑跑到其中一家的时候，这家的人早已经收拾了所有的东西，不见了踪迹。于是他赶忙跑到城门口进行拦截，果然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便骑马追了上去。毫无疑问的，下毒的人被抓到，并且招认了他做下的所有事情，以及的幕后主使之人。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查清，红珠元也被无罪释放了出来，只不过身上的伤算是白受了。晚上的时候，真明跟往常一样挽起袖子准备洗漱一番就去睡觉，可这时他却发现平时戴在手腕上的手链竟然不见了。而此时，这副手链已经到了他母亲大妃的手中。母亲将一串手链放在女儿的手上，这串手链是女儿不久之前在佛堂捡到的。她告诉女儿，她曾经听人说过，拿着这串手链的人，日后将会成为最为尊贵的人。随后，她便安排人将女儿送出了王宫。如今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这串手链再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当初并没有死，而且现在已经回来了，还曾经来找过自己。于是她便叫来了守门的士兵。原以为会从他的口中得知真名的消息，但从士兵的口中得知，并没有女孩来过这里，只有火气都监的一名男子经想要进入这里，结果被他们给拦住了。听了士兵的话，大妃的脸上挂满了失落。原以为能够找到女儿，可结果依然让她失望了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国王也单独召见了真名。他对真名早已经生出了疑心，而且真名的眼神让国王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。他询问真名的家庭住址，以及他为何会流落到日本。真明解释说自己家是海边的一户渔民，他跟着父亲出海的时候遭遇到了风暴，结果他被带到了日本。虽然他说的有模有样，但国王却并不相信他。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，在面对国王的时候，不仅没有丝毫的慌张，反而十分的淡定，就如同经常见到国王的人一样。还有真明吃点心的动作，普通人家根本不会用纸包着点心，连刚刚倒茶水的动作也是王世离的动作。国王随即便抽出身边的刀，指向真明，质问他究竟是谁来到这里，到底有着什么目的？可真明却告诉国王，自己并没有说谎。如果国王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询一下他的户籍。见到国王的时候，并非没有慌张，而是紧张的一直在低着头。吃点心是因为之前在硫磺矿场的时候，双手经常沾染上硫磺，
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经常用纸垫着。至于给国王倒茶水，是因为自己过于紧张，所以才跟国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虽然真名解释的还说得过去，但国王并没有相信他，而是在真名离开之后，国王马上下令让金上宫去调查真名的一切信息，务必一定要查清楚。离开后，真名马上开始收拾自己的包袱，准备赶紧离开。如果被国王查到的话，自己麻烦就大了。可在晚上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被几个手持武器的人给拦住了去路。抓走他的男人名叫徐俊，同样也是想要把国王拉下王位的人。他之所以能找到真名，是因为真名丢失了手链之后非常的着急，于是便把这件事告诉给了红珠元。红珠元又把这件事拜托给了好友江仁佑，让他帮忙找一找。而江仁佑又无意中把这件事说给了自己的好友徐俊，并且还画出了手链的模样。徐俊这才在真名离开之前找到了他。真名并不知道徐俊现在是不是母亲的人，于是他便告诉徐俊，自己跟他是同一路人，同样都是想要把国王拉下王位的人。自己之所以会有公主的手链，是因为当初公主离开的船只发生爆炸，而自己当时在岸边并没有在船上，所以才逃过了一劫。事后自己无意中捡到了公主的手链，本想还给大妃，可没想到大妃被软禁了，自己也进不去，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拿着。直到前不久把手链给弄丢了。为了让徐俊相信自己说的话，他表示愿意给大妃写一封信，只要大妃看过信的内容之后就明白。但让真名没有想到的是，徐俊不仅坑了他一把，就连大妃也坑了一把。大妃在得知有人知道女儿的消息之后，马上准备出宫跟其会面，但她等来的并不是真名，而是一直忠于她的大臣。他们全部都收到大妃要求在这里见面的书信。直到这时，大妃才明白他们被人给摆了一刀。她想让众人赶紧离开。也就在这时，早已经埋伏在这里的官兵突然冲了过来。雨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人给带走，可她却无能为力。为了能够救下母亲，他特意换了一身女装来找到国王，国王也被真名的一身女装给弄呆住了。但接下来真名说的话让国王更为吃惊，他告诉国王自己就是失踪了多年的真名公主。为了能让国王相信他说的话，真名说出了之前两人说过的话。直到这时，国王这才相信真名就是自己最喜欢的妹妹，因为真名刚刚说的话只有他们两人知道。真名接着告诉他，母亲之所以会和朝中的大臣们见面，是遭到了奸臣们的陷害，他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铲除大妃，而是在铲除大妃之后扳倒国王。听了真名的话，国王并没有露出吃惊的表情。在他当上国王的这几年的时间里，他早已经感觉到了一些端倪。就在这时，有内官前来汇报说金上宫在外面求见。为了不让真名的身份暴露出来，国王告诉内官，表示说自己很快就会回到王宫，绝对不可以跟任何人透露在这里看到的一切，否则的话就等着被诛九族吧。国王离开之后，真灵非常的不解，明明国王为了得到王位，不仅下令流放了弟弟，最终导致弟弟惨死，就连母亲也被贬为庶人，现在为何要保护自己，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？朝中的大臣们纷纷给国王上书，要求处死准备谋逆的大妃，可却遭到了国王的严词拒绝，并且表示大妃身为先王的王后，自己是不会将其处死，只是需要降低大妃的品阶。从今往后，不准任何人提出废除大妃以及杀死大妃的想法，否则的话一律按谋逆罪论处。至于这次的事情，他会追查到底，绝对不会放过在幕后挑起事端的人。就这样，大妃被释放了出来，回到自己的居所。大妃竟然发现红珠元早已经在这里等她了。红珠元告诉她，等下会带一个人过来见她，而这个人也正是大妃朝思暮想要见到的人。不久之后，红珠元带着真名来到了大妃的面前。母女二人时隔多年再次见面，大妃并没有认出面前的人就是自己的女儿真名，但不知道为何两人都眼含热泪。一旁的上官似乎是认出真名是火气都监的人，刚想要说话，却被大妃给拦住了。他在真名的身上感觉到了熟悉的感觉，他慢慢的起身走到真名的面前，看着曾经最为熟悉的人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直到从真名的口中得到确切的答复之后，母女二人这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痛哭流涕。母女重逢的喜悦以及这些年对彼此的思念，瞬间涌上了两人的心头。虽然他们母女重逢，但大妃知道真名并不安全。宫内的金上宫如果知道真名还活着的话，势必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他除掉。另一边的金上宫也发现了宫内的异常，而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在真名的身上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金上宫叫来了御医，让他给真名准备一碗升天口服液，准备让真名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。这是一碗可以让人升天的口服液，只因御医在不久之前在汤药里面放入了一些奶茶粉。真名没有犹豫，端起碗就咕咚咕咚的大口喝了下去。御医看真名喝下了汤药，便找借口想要离开，可却被真名给拦住了。他询问御医为何要这么着急的离开，难道不想看着自己毒发身亡吗？听了他的话，御医马上慌了，
但还是极力的解释汤药是给真明补身体。眼见御医不肯承认，真明马上把汤药放在了御医的面前。原来真明并没有喝下汤药，而他早已经闻出了汤药里面加入了其他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给男人用的，而她是女儿身，宫内的御医不可能会给她开这种汤药。这件事很快便闹到了国王的面前。如今公主刚刚回到王宫，便被人下毒，这让国王很是愤怒。红珠园请求国王下令找出幕后的主使之人，但却被国王给拦住了。他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下的手了，于是便马上下令让人抓捕金上宫。这一切也都被真明听到。真明询问国王，为何总是有人想要陷害自己，就连自己年幼的弟弟也不放过。事到如今，国王把全部的实情都告诉给了真明。虽然这些事情都不是他下令做的，但却是他手下的人做的，而这一切他全部都知道。他之所以没有阻止，是因为一直流传着一则预言，而这个预言就是真明将来可能会登上国王的位置。这让真明难以置信，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预言，竟然残害了自己年幼的弟弟，自己也因此流落他乡数十年之久。国王告诉他，因为这个世上总会有人相信这些预言，所以大家都认为你总有一天会成为战争和谋略的火苗。真明告诉国王，自己绝对不是那样的人，也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世上怎么会有人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呢？国王看着如此真诚的真明，似乎也决定了什么。随后他找到导致发生这一切的金上宫。虽然金上宫陪伴在他的身边很多年，帮他做了很多他不方便做的事情，但金上宫竟敢谋害他，最为疼爱的公主却是他，绝对不能容忍他。于是便决定将金上宫贬为庶人，永远都不可以踏入王宫一步。晚上的时候，真明找到国王，现在他已经知道之前的一切都是金上宫所。虽然国王当初也知道这些事情，并且还没有去阻止，但他还是决定放下仇恨，原谅国王。以后他会留在国王的身边，辅佐国王建设好这个国家。对于真明的决定，国王很是开心。他准备在不久之后的祭祀大典上，当众宣布真明的真实身份，让他正大光明地成为朝鲜的公主。但大妃却并不希望真明留在朝鲜，他想让真明离开这里，前往明朝过安稳的生活。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对国王没有丝毫的信任感，他不相信国王会这么轻易的放过真明，这让真明很是为难。如今好不容易回到了母亲的身边，可母亲却又要让他离开。